Welcome to Planky Girls， 我是彤彤，这是我们家小公主。那我今天要介绍的主角就是 Reviewer。相较 opponent 和 reporter 的情况下 ，reviewer 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 discussion。那到底为什么还要有 reviewer 呢？因为一个科学光靠正反两方的辩论是不够的，那变成说我们要有一个公正客观的第三方去弥补这个不足。所以我们今天会分成3个部分来介绍它。第一个 preparation， 第二个 3 minutes for asking， 第3个就是 presentation。那我们开始咯。第一个部分 preparation， 我们到底应该准备什么呢？基本上我们要准备的就是等一下3分钟应该问什么，再加上4分钟到底应该打出什么样的简报。可是如果你有看第2集 About the Agenda， 你就会知道说 opponent 去 challenge reporter 才会产生这一些题目。那在这个情况下 reviewer 是完全没有选择权的。那你可能就会想说，怎么办？这个题目不是我选的，刚好又是我不熟悉的题目，那我当 reviewer 会不会不适合？基本上来说不会的。所以在 preparation 的时候，你要特别去用心，你会先去看 reporter 到底 reporting 了什么，那你会很自然的产生疑问。比如说 A reporter 这个 C 部分我觉得很符合你的假设，你就是觉得说 C 部分还有什么要延伸的吗？你也可以在3分钟的时候问 opponent 说，opponent，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它明明怪怪的，可是你为什么不问之类的问题。那这一些都是在你 preparation 要去很注意听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2个部分，3分钟的问答时间。在这3分钟，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你想要问的都问出来，再加上说他们可能在 discussion 的部分你觉得哪一些部分很精彩，可是他们还没有完整表达，这时候都可以赶快问出他们的立场。那这时候你的队友要赶快去记录说你问了什么，那 reporter opponent 他们答了什么这时候的团队合作模式就会像上次介绍的 opponent 那样，一个负责监督说那2个去记录的有没有好好记录，再加上那些东西记录的要打进去那一个简报。那等一下这3分钟的讨论时间过后就是2分钟的准备时间。刚刚记录完的那个主要统筹的要把那一张纸拿给我们等一下还要再上台的 reviewer 看，那看完了之后了解大纲，那知道了简报之后就会开始报告了。那接下来就进到了我们的第3个部分，也就是4分钟的 presentation。那在这4分钟一开始都会先夸奖或者是指出说 opponent 还有 reporter 他们的优缺点。再来的话，你可以简单的整理一下 reporter 他刚刚报告了什么，而且在这个部分你在整理出来的时候，顺便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你介绍到 B 部分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说这个地方不大对劲，因为你的假设是这样，可是你的 B 部分不符合你的假设情形。再来的话就会是我觉得这 C 部分很棒，可是刚刚 opponent 没有问到，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地方。那整理完 reporter 的 reporting 之后，就到了他们的 discussion。你就说刚刚opponent 问了什么 reporter 答了什么，那你的看法是怎样？或者你不要说看法也可以，因为你只有4分钟，你要赶快介绍完，你要讲出精华的部分。之后你就会讲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觉得说他们哪一些地方没有讨论到很可惜，或者是说他们讨论哪一些地方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说这个地方是最值得讨论，如果是我的话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上讲到这些，你会不会更了解 reviewer 一点？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第三方公平的存在。在这个情况下，本来 opponent 和 reviewer 因为太了解这个题目，反而疏忽一些简单的问题，这时候 reviewer 就要把它点出来。那其实我觉得reviewer 它本身就很像是一个阅读者，你看了一篇文章，你自然的会提出提问，可是在这一些评论者的笔下，可能会把这一些文章写得一文不值，或者是大肆的赞誉这个文章。那以你清晰的第三者的观点，你就会发现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错。那以上这些就是我对 reviewer 的介绍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你帮我们点个订阅，那打开你的小铃铛，我们每周一再见咯，拜拜。